说实话，美军军机天天在中国领海外面活动，中国却一直不能痛痛快快的直接打下来，要多憋屈有多憋屈。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于美军来中国南海或者黄海都表示习以为常。注意了这4个字，习以为常，这是正常的吗？美国不顾他国防空识别区一而再再而三的闯入，而大家对这件事却表示了习以为常，这非常可怕。因此，从南海战略态势感知智库最新消息来看，在4月20日上午，美军老朋友 RC-135W 电子侦察机再次从冲绳起飞，前往中国领海外进行侦察活动。这次美军选择的地点是中国黄海，并且是沿着中国山东、江苏海岸线飞行。其中虽然大多数时候一直保持在距离中国领海基线40海里的地方，但是却同样一度飞近，最近的时候仅距离领海基线27海里，也就是50公里的地方。这是什么概念？一辆汽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都可以在10几20分钟就能抵达，更何况一架军机几分钟就能直接抵达中国大陆。再者，如今世界海军力量更为重要，美国在西太平洋想要和中国发生什么，就必须依靠海军，而中国想要还手也要依靠海军，而海军都是依靠海洋发展。中国沿海地区究竟有多少个船厂，有多少个海岸基地就不多说了。所以美军一而再再而三的靠近，打的什么主意可想而知。而现在笔者想要说的是，美军这一次一次折腾的目的确实很明显，但是其实背后还有另一层计划，或许可以说是在酝酿一个大阴谋都说不定。站在中国的角度上说，美国军机频繁抵近中国，中国却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对美国进行谴责。但是美国皮厚啊，这根本就是不痛不痒，所以不少人就不太想理了。但是其实站在美国的角度上来说，派遣军舰频繁到中国领海基线外，互动好处可就太多了。其一，收集中国海域资料，或者中国海军军事力量部署，以及中国海军军演的资料等等，这对于美国掌握中国实力有非常大的帮助。其二，消耗中国的精力，随时准备进一步突破中国对海域的封锁。最开始美国军机前来中国防空识别区，中国军机还在伴飞，但是如今有听到伴飞的消息吗？即便是有中国军机伴飞，但是这对于中国飞行员的消耗又有多大？对于中国来说，伴飞或者不伴飞都得不偿失。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军机离中国一次比一次更近的原因。记得在3月22日的时候，美军机距离中国领海基线突破历史记录的抵达了 25.3 海里，和如今的27海里相比，虽然并没有超过，但是想要超过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美军如今一次一次接近的背后目的，就是在试探中国底线，并且进行重复的行动麻痹中国。当然，中国如今实力确实强大，美国也必然是有所顾忌的。但是谁能保证战争狂人的想法？毕竟第3次世界大战是最终底线，在没有触及这个底线的时候，小规模的冲突都是可以调解的。所以中国必须警惕，或者直接一举反击。毕竟只有千日做贼的，没有千日防贼的。据美媒在4月20号的消息显示，随着台海局势紧张，解放军的动向吸引了多方关注。这一点在拜登当局爆出即将对台出售一批 M109A6 自行榴弹炮的消息后，显得尤为明显。在这种局势背景下，中国第73集团军和第71集团军在短时间内接连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内容项目更是备受瞩目。据美媒报道称，该机构搜集了4月以来解放军陆军第71集团军、第73集团军的社交媒体账号公开消息，在17号，第71军在安徽东部某地区展开了一场陌生环境下的实战战场侦察突袭演习，通过构建趋近于实战条件下的特殊环境，锻炼部队的战场情报侦察能力，并在可能失去支援的情况下，组织了多突发状况下的侦察训练考核。有观察人士指出，贴近实战化演习一直是解放军的重要演习标准，这一点并不特殊。但是在演习中，71军的官方账号公开的一张图片中，却出现了一种造型独特的装甲车辆，这很可能是解放军的全新侦察车 ZBD-04 式战车的侦察型版本。据了解，这款 ZBD-04 式战车的侦察型在塔顶安装了一根可自由伸缩的电子桅杆，从外表上来看，很有可能是附带有光学侦察仪器和多频谱雷达的综合性桅杆，在非侦察时可以缩回战车内部，防止在战斗中被破坏损伤。此前网上有留言怀疑，这种新式侦察车可以对目标地区进行跨昼夜的锁敌和敌我识别判断。
需要注意的是，除开71集团军的消息外，在本月7号，一贯被外界看作是统一主力军的第73集团军，在福建南部山地地形举行了一次被视作极具针对性的攻防演习。据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当天的消息中指出，73集团军组织了一场以侦察、渗透、破袭、斩首为目标的攻击演练。有新人士注意到，报道中官方也罕见地将渗透、斩首等军事行动用在报道词中。这一演习在外界看来，已经完全可以说明当前局势下我国官方对台海局势的态度。在16号，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就简单明了地指出，当前形势是中国国家实现统一的历史大势，这是一个历史进程，谁也阻挡不了。最近，凤凰卫视在对歼20战机首位试飞员李刚的采访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歼20试飞员在采访中表示，歼20战斗机还将持续改进的计划，并且在不久之后会配备2维矢量喷口，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战机的机动性，这使得未来歼20战机综合性能超过美国的 F-22战斗机。李刚的话再度引起歼20新型发动机的探讨，而李刚提到的2维矢量喷口类似于美国 F-22战机那样。此外，另一种类型便是像俄罗斯苏35战机使用的3维矢量喷口。有分析认为，2维矢量喷口相较于3维，虽然成本更高，但其隐身性也更加优秀。这也是为何美国 F-22会选择2维矢量喷口的原因。歼20将来的2维矢量喷口必然涉及到新型航空发动机的更换。最初，歼20采用的是从俄罗斯的 AL31F发动机，但这种发动机主要是为3代战机所设计，在推力上并不能满足歼20战机的需求。这也使得歼20虽然在2017年正式服役，但在产量上会有所收缩。去年的时候，有照片爆出歼20换装国产发动机成功试飞，这款被称为涡扇10太行发动机解决了歼20发动机国产化的问题。但问题就是太行发动机对于歼20来说更像是一种应急产物，歼20真正的专属发动机涡扇15峨眉又何时能到来呢？港媒《南华早报》在4月20号的一篇报道中指出，有匿名的相关人士透露，目前为歼20战机专门开发的涡扇15发动机正在研发中，并且进行得很顺利。涡扇15的研发很快就要完成了，或许1到2年内就能完成。根据港媒透露，涡扇15的相关研制时间已经超过10年了。但对于一款航空发动机而言，研发10几年的时间并不算长，甚至效率还很高。因为更多的发动机需要几十年的研制时间，更不要说涡扇15是能与美国最先进战机发动机并列的存在。实际上，此前有推测认为，按照中国的工业水平，涡扇15发动机大概会在2025年出现，这个速度已经算很快了。可以看出，外界还是对中国研发效率很有信心。而通过港媒的报道，似乎涡扇15发动机能在2年内就出现，或许比预期还早3年。有分析认为，随着美国积极推动亚太战略，并且将大量 F-35战机部署在亚太地区，试图打造对中国的隐身战机包围圈，因此中国势必要加快歼20的升级效率，以促进产量的全面提升，好让中国隐身战机不仅在质量上，同时也在数量上也不输美军隐身机。基于外界魄力，我国加大了对涡扇15研发的投入，因此使得涡扇15的研发时间可能提前了。